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道听途说不如听我说说。大家好，这里是道听途说，分享不同的故事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乔营村的宫百年今年20岁，和翁玉倩结婚2年了，还没有孩子。宫百年平日非常的喜欢喝酒，但是他只要喝酒就醉，醉了就发疯，发起疯来便会唱着歌走来走去，走到哪睡哪。可是当他从睡梦中醒来后，问他喝醉后都发生了什么，他却是经常瞪着一双迷茫的眼睛，竟然是什么都不记得。这一天，宫百年准备去邻村吃喜酒，临走的时候，他的妻子翁玉倩再三叮嘱宫百年不要喝酒，否则会像上次一样露宿野外，差点被狼吃掉。宫百年便笑着答应了翁玉倩。刚刚开始吃饭的时候，宫百年开始还记得妻子翁玉倩的叮嘱，一点也不敢喝酒。然而几道菜下来，看着别人大杯小杯的喝着酒，他肚子里的馋虫便被勾了出来。宫百年先喝了一小杯，再喝了一大杯，然后就对自己彻底的放松了，一抽手便拿着酒壶往自己的嘴里灌起来了。就他那个样，等到酒席散场的时候，他是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，于是便大声唱着歌，扭着腿往家走去。可是宫百年走着走着，结果便走错了方向，居然拐到了一个万人坑乱葬岗。看到天快黑了，宫百年还没有回家，他的妻子翁玉倩便以为宫百年可能又喝醉了，急忙让邻居打着火把帮忙去找宫百年。当那些人在万人坑上找到宫百年的时候，都已经找了半夜了。只见宫百年怀里抱着一个大骷髅头，睡得正香。离他不远处，几只野狗正瞪着绿眼睛，流着口水看着他。看到很多人拿着火把过来，野狗们便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。来找他的这群人便对宫百年大声喊叫，试图叫醒他，但无论大家怎么喊，宫百年就是醒不过来。他们别无选择，只能把宫百年硬抬回家算了。接下来他们便又鼓起勇气，想把那个大骷髅头从宫百年的怀里拿走移开，谁知那个大骷髅头却被他紧紧地抱住，就像在宫百年怀里扎了根似的。他们是无论怎么弄也弄不出来了，于是他们只好算了，让宫百年带着大骷髅头回家。大家把宫百年送到他的家门口处，翁玉倩看到丈夫宫百年怀里却还抱着一个大骷髅头，吓得她是浑身发抖，不肯让宫百年进去。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午夜了，大家伙儿全都跟着忙活了大半夜，也都已经是很累了。翁玉倩不让宫百年进去，大家就只能把宫百年放在他们的家门口了。接下他们全都回自己的家休息去了。看到大家一个一个的都走了，翁玉倩感到是更害怕了，于是她便不再管宫百年，自己进去关门睡觉。因为心里极其的害怕和对宫百年的一些担心，翁玉倩也睡得很不安稳。她是辗转反侧很久才睡着，睡着睡着，翁玉倩便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似乎是宫百年进来了。她什么也没说，脱了衣服就上了床睡觉，而且她一到床上便伸出双手来抱翁玉倩。翁玉倩不禁有点奇怪，平时宫百年喝成那样，第二天中午的时候才刚刚醒了一点儿，他今天喝得太醉了，都已经分不清东西南北，为什么他会在这个时候醒来？这个宫百年也不听自己劝告了，老是喝醉。翁玉倩对他有点厌倦了，而此时宫百年不但把自己搂在了怀里，一张臭嘴又凑了过来，差点把翁玉倩熏吐了。于是他便赶紧狠狠地推了宫百年一把，而这一推，翁玉倩却一下子醒了。当她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她却看到她身边也并没有宫百年，但是空气中却有一种奇怪的味道，那股怪味过了很久才消散。她刚才是做梦了，我怎么会做这样的梦？翁玉倩感觉到是既奇怪又害怕，她想了想，打算点燃油灯，走到门口的宫百年那儿去看看。
谁知翁玉倩刚下了床，一下子踩到了一个软软的东西，吓得翁玉倩是惊慌地大叫起来。就在这时，明亮的月光从窗户照了进来，借着月光，翁玉倩发现宫百年却躺在床下，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翁玉倩再仔细一看，宫百年还在张着嘴呼呼的大睡，但是他怀里的大骷髅头却已经不见了。宫百年什么时候进来的？刚才自己不是做梦吗？刚才被自己推开的真的是宫百年吗？那自己为什么却没听到声音？于是他再次被吓了一跳。翁玉倩这会儿是再也睡不着了，睁着眼睛一直坐到了天亮。到了第二天的中午，李丹终于醒了，翁玉倩便生气地问宫百年：你昨天去参加婚宴，为什么不听我的苦口相劝又喝醉了？宫百年哈哈一笑说道：下次不会了，我保证下次一定不会再喝醉了，再醉我就不是人了。妻子翁玉倩听了这些话，又气得瞪着眼睛责备道：你从来不守信用，每次你都会说不会再喝醉，可是每次你一看到酒，却又把你自己说过的话全都抛到脑后边去了。又见妻子唠叨起来，宫百年便抓起一把柴刀，奸笑道：我这就去砍柴啊。说完就赶紧离开了。翁玉倩便气得一个人站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宫百年下午回来的时候，砍了很多柴火，放下柴火，宫百年又去担水了，把家里的水缸也都灌满之后，他便又去自家的菜园清理菜地去了。他就这样一直忙到天黑才停下来休息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他的妻子翁玉倩也就已经不生气了。宫百年除了无节制的喝酒，其他都还不错，人长得又高又大，长相端正，脾气好，不管妻子翁玉倩怎么叨叨他骂他，他却从不生真气，而且他也非常勤劳能干，无论在家还是在外。夫妻俩吃了晚饭，休息了一会儿，聊了几句，便一起进屋睡觉了。一到床上，宫百年就抱住英姑，说想要个孩子。翁玉倩便故意生气，有点娇羞地说道：你经常喝得大醉，我是不想给你生孩子的了。宫百年便又开始发誓说以后再也不会喝醉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翁玉倩便半推半就地同意了宫百年的要求。等一切都结束以后，这对夫妇便都有点累，全都睡着了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翁玉倩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冷，睡得很不踏实。就在此时，宫百年突然翻了个身，他的大腿又压在了翁玉倩身上。翁玉倩现在便完全清醒了。在这时，他忽然感觉到宫百年的手又不老实了，还闻到一股奇怪的恶臭。翁玉倩有点不耐烦，便随手推了宫百年一下，宫百年似乎变得轻飘飘的。他被翁玉倩不经意地这么推了一把，从床的上面便摔了下去。然而奇怪的是，那宫百年从床的上面掉了下去以后，突然又睡着了，打着呼噜，睡得还很香。那股奇怪的恶臭一瞬间就消散了。翁玉倩看着在床下张着嘴睡着的宫百年，突然觉得有点害怕。宫百年，宫百年，你快醒醒啊！翁玉倩便用力地摇了摇宫百年。过了很久，宫百年才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问翁玉倩：你为什么叫醒我？翁玉倩一听更害怕了，刚才你又想到了什么呢？我推了你，你从床上掉了下来，你不知道吗？宫百年见自己果真是睡在床下，便赶紧起身爬到床上去，莫名其妙地说道：我一直在睡觉，什么也没做，我刚才梦游了吗？翁玉倩想了想，丈夫宫百年可能是梦游，这让她不那么害怕了。第二天，夫妻俩刚吃完早饭，翁玉倩的哥哥翁玉柱就来了，让宫百年和他一起去县里做工，并且他说县城里有个叫瞿茂才的商人，想给他的女儿瞿阿美做嫁妆。翁玉柱是个很出色的木匠，所以瞿茂才便主动邀请翁玉柱到他家里去做家具。翁玉柱让宫百年去帮他，
其实也是想让那宫百年也能赚点钱。翁玉倩的娘家离乔营村没多远，宫百年父母双亡，也没有兄弟姐妹帮助他，因此大舅哥翁玉柱便经常照顾妹妹和妹夫，有什么赚钱的事都会叫宫百年。县城离乔营村有点远，差不多要半天才能到。宫百年出门前告诉自己的妻子翁玉倩，晚上不回来了。到了晚上，翁玉倩便早早地把大门拴好，缝了一会儿针线活就睡觉了。然而当她睡到半夜的时候，那种冰冷的感觉又来了，还伴随着一股奇怪的恶臭。然后一个冰冷的身体又紧紧地抱住了翁玉倩，双手想去扒光翁玉倩的衣服。翁玉倩突然被惊醒了，当她睁开眼睛时，原来是自己的丈夫宫百年。你为什么又回来了？你是怎么进屋子的？翁玉倩奇怪地对他说道。但是她一看窗户大开着，原来宫百年竟然是从窗户那里进来的。宫百年一句话也没说，只是匆匆忙忙地想脱翁玉倩的衣服。不知为何，翁玉倩总觉得此时的宫百年有些奇怪，于是她便抗拒着他，不想和他亲热。她紧紧地抓着自己的衣服，往前推着宫百年，可是没想到那宫百年却一点也经不住推，一下子就又被推下床了。宫百年从床的上面摔下去以后，突然开始打起了呼噜，睡着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刚才那种冰冷的感觉和奇怪的气味便又全都消失了。翁玉倩便目瞪口呆地看着宫百年，面对眼前的丈夫，她竟然非常的吃惊。就这样看着，翁玉倩很长时间才叫宫百年到床的上面去睡。宫百年可能是有点太累了，他闭着眼睛爬上床，便立刻又开始打起了呼噜。宫百年睡得很香，直到中午的时候才醒来。但是宫百年醒来后却十分的惊讶，他却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。这时他的大舅哥翁玉柱从县城赶了回来，见到了宫百年，他气地问道：宫百年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你莫名其妙地消失了，差点吓死我。原来宫百年晚上和翁玉柱睡在瞿家的外院，谁知半夜的时候，翁玉柱起床上厕所的时候，忽然发现妹夫宫百年没影了。起初的时候，翁玉柱还以为宫百年也去了厕所，但是没想到天亮的时候他还是没有回来，所以翁玉柱便很着急，到处去找宫百年。这时瞿家的看门人告诉翁玉柱说，宫百年半夜回家去了，叫了门就出去了。于是翁玉柱的木匠活也不干了，赶紧回到乔营村看看妹夫宫百年是不是真的回到家了。可是这一问宫百年，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便被翁玉柱骂了一顿。他的妻子翁玉倩这时连忙过来解释，宫百年可能是梦游。梦游？翁玉柱感到很惊讶，我从来没听说过宫百年梦游的情况。是的，翁玉倩又说，他以前从来没有梦游过，但自从那天从万人坑被抬回来后，他已经接连梦游有3天了。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一个人在离县城这么远的地方梦游。翁玉柱很惊讶地说道。瞿家为姑娘打嫁妆的活还没做完，宫百年便和大舅哥又一起赶回到了县城。当他们再次来到瞿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快黑了，他们赶着去赶木匠活，直到天完全黑了才休息，差不多来回走了快1天的路了，并且回来后又开始赶木匠活。那翁玉柱简直是有点太累了，吃完饭就睡着了。睡到半夜的时候，翁玉柱突然被人抓住胸口，大声地叫他。他睡得正香，突然间被惊醒了。别说是翁玉柱，换作是谁也不会出好气的呀。所以那翁玉柱很不高兴，正要发火，一看叫他的人竟然是雇主瞿茂才。老板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半夜把我叫醒？翁玉柱莫名其妙地问道。我怎么了？快快问问你那好妹夫吧，问问他你就知道我为什么叫醒你了。董茂才咬着牙，一副生气的样子。
翁玉柱听罢，便连忙把头转到一边，却发现睡在床上的宫百年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不见了。我妹夫呢？翁玉柱一看便惊讶地问道：你那妹夫去哪儿了？他已经偷偷地摸到我家的后花园那里去了，想对我女儿阿美非礼呀！瞿茂才怒吼道：要不是我女儿大喊大叫，拼命挣扎，他早就欺负成我女儿了啊！这怎么可能啊？翁玉柱吓得脸都白了。你还说怎么可能？难不成是我冤枉他不成？瞿茂才扯着翁玉柱的袖子，拉着他想去一探究竟。翁玉柱便连忙把袖子拉回来整理好，和瞿茂才一起向他们家的花园走去。可是他们还没走到花园里，那边就传来宫百年喊委屈的声音，他的脸皮甚至比城墙的一角还要厚颜无耻。瞿茂才气得浑身发抖。进了园子，翁玉柱便急忙问跪在地上的宫百年：你半夜不睡，怎么来这花园子里？宫百年难过地说：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一醒来就在花园里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是怎么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翁玉柱又突然想起妹妹说宫百年会梦游的话，便赶紧替宫百年向瞿茂才解释说道：我妹夫有梦游的毛病，应该是他的病又给犯了。然而那瞿茂才根本就不相信宫百年是在什么梦游，说宫百年是个无耻的色狼，还嚷着说等到天亮就拉着宫百年去上官府。翁玉柱一听便赶紧替宫百年求情，而那宫百年却早已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。他向瞿茂才不住地磕头，求瞿茂才饶他一命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瞿阿美的奶妈赵嬷嬷突然说：我觉得宫百年看起来根本就不像是个梦游的人，他那时候的模样看起来确实有点像鬼呀。翁玉柱听了，连忙问赵嬷嬷是不是宫百年被鬼魂附身了。赵嬷嬷便皱着眉头赶忙说道：我爹以前就曾经鬼附体过。接下来赵嬷嬷便开始和大家讲起来，在20多年以前，他的父亲是如何走夜路，又是如何遇到了鬼。那个时候，鬼魂变成了一个孩子，说他扭伤了脚踝，他拿出一大锭亮晶晶的银锭，让他父亲背他回家。而当时他父亲也是一时见钱眼开，变得贪婪起来，他也根本就不考虑一下一个孩子一个人大半夜的在野外，却连一点都不怕得慌，还可以随便拿出一大锭银子。他父亲居然还答应了背鬼送他回去的请求，结果是他的父亲是一夜都没回到自己的家，竟然背着个鬼走了半个晚上，后来筋疲力尽晕倒在了一个坟前。大家找到他父亲的时候，他爸手里紧紧攥着一根人骨头，怎么拿也拿不走。但是当他回到家时，那根人骨突然又不见了，大家都没在意，以为是半路掉下去的。事实上，骨头是被鬼魂藏起来的，白天鬼藏在骨头里，到了晚上，他父亲阳气最低的时候，鬼就会附到他父亲的身体上偷东西。从那以后，他父亲的行为变得很怪异，他半夜去别人家偷东西被抓后，他总是大呼冤枉，说不知道怎么回事，那时候我爹爹经常偷东西，名声很不好，他经常被打得半死，还差点被捕入狱。后来多亏了一个好心的道士，他告诉我们，那个鬼生前是个贼，所以才会一直附在我爸的身上去到处偷东西。赵嬷嬷又说道，那位道士真的是很厉害，让我们找到那块骨头，烧掉了。后来鬼就上不了我爹爹的身了，我爹爹从那以后也就再也不会偷东西了。翁玉柱听了赵嬷嬷的话，连忙对着宫百年说道，宫百年他也是这样。接着翁玉柱便把自己如何灌醉宫百年。宫百年躺在万人坑里，抱着个大骷髅头回家，在半夜又无缘无故地跑回家里去，所有这些奇怪的行为都和在场的人讲了一遍。瞿茂才一听这些，他的气才消散了一些。这时一直在哭的瞿阿美也突然不哭了，红着脸说道，是的，就在刚才，他真的很奇怪，
徐阿美说，因为今天是七夕，所以晚上她是特地来园里拜织女的。谁知道这时宫百年突然来到她的身边，不顾有丫头站在旁边，竟然一下子就从她的背后抱住了她。徐阿美吓得尖叫起来，拼命挣扎，想推开宫百年，可是看得出当时宫百年好像站不稳，一下子摔倒在地，又爬了起来。丫头也喊着过来拦住宫百年，但宫百年瞪着一双眼睛，却还是不顾一切地过来搂徐阿美，又一下子被丫头推倒在地。这时徐茂才听到了喊叫的声音，便让仆人抓住宫百年，并且让他跪在地上。宫百年在地上跪了一会儿，好像突然清醒过来，连问别人他怎么会在花园里。宫百年走近我的时候，身上有一股异常的味道，但过了一会儿就消失了，有点奇怪。徐阿美又补充道，那么你刚才可能是被鬼附身了。翁玉柱焦急地对宫百年说，难怪你这几天一直都是怪怪的。宫百年听完这些，吓得脸色发白，浑身颤抖，请求翁玉柱救他。其实救你并不难，只要找到那个大头骨烧了就好了。这时赵嬷嬷说话了，既然你被鬼魂附身了，那就算了，不过明天回去不要来我家干活了，免得吓着我女儿。徐茂才也冷冷地说道。宫百年便苦着脸同意了。翁玉柱便拖着宫百年回到外院，他也不困，但是他是非常的生气的，所以便骂了宫百年，为什么他总是喝醉？太好了，好歹惹了个鬼回来，每天晚上都会被鬼附身，现在连这么好的赚钱的活都丢了。宫百年感到是非常的羞愧和后悔，他只是低着头，却一句话也没说。第二天早上，宫百年便沮丧地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宫百年便和他的妻子翁玉倩谈起了他在瞿家所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并告诉翁玉倩，他惹了鬼回来，每到午夜的时候，鬼就会来找他，并附在他的身体上。翁玉倩一听，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并且把宫百年那2个晚上的奇怪举动也全都告诉了他。他很害怕，并说道，怪不得那2个晚上你表现得那么奇怪，幸亏我默从了你，不然的话我不是就被鬼侮辱了。宫百年听后是更加后悔了，发誓一定要找到那块大头骨，并且把它烧成灰烬，看那个鬼还怎么附上自己的身体来害自己。翁玉倩也赶紧帮忙找那个大头骨。这2个人从房子里找到了外面，他们找遍了所有的角落，却也找不到那个大头骨。此时天快黑了，宫百年和翁玉倩连晚饭都顾不上吃，继续寻找那个大骷髅头，直到什么都看不清楚了，2人才停下来准备休息。翁玉倩想了一会儿，对宫百年说道，那你先睡吧，我来看着，看看鬼是从哪里来的，那我们不就能很快找到那个大骷髅头了。宫百年一听，连忙问妻子翁玉倩，你不怕吗？翁玉倩摇摇头，叹息道，我就是害怕，又有什么办法？谁让你喝醉了招个鬼回来的？宫百年真的很后悔，诚恳地对翁玉倩说，我已经吸取了教训，以后真的不会再喝醉了。于是宫百年便先睡了，翁玉倩就坐在一旁看着。宫百年昨晚半夜辗转反侧，折腾了半宿，走了半天，他也实在是有点太累了，躺下很快就睡着了。到了半夜的时候，翁玉倩先是闻到一股怪味，然后就看到有一个黑影子从厨房里窜出来，扑向宫百年。翁玉倩吓得直抖，于是便赶紧大喊她的丈夫宫百年快快醒来。而黑影被翁玉倩喊了一声后，然后便缩了回去，消失不见了。宫百年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，看着翁玉倩，在厨房里。翁玉倩颤抖地告诉宫百年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房子里外我们不是全都找过了，厨房也搜了好几遍。宫百年很惊讶，我明白了，有一个地方我们还没有找过。翁玉倩眼睛一亮，立即说道，你想想那股怪味，
那我们还有哪里没找过？宫百年不禁奇怪道。翁玉倩白着脸说道，我已经知道他藏在哪里了，我们在明天白天接着找他吧，现在就不要去了，我感到很是害怕。第二天天亮后，宫百年和翁玉倩便接着去找那个大头骨。你看，我们这里还没找呢。翁玉倩把宫百年带到厨房，指着案板下面的酸菜坛子说道，那个酸菜坛子是宫百年父母买了很多年的，由于翁玉倩平日里不怎么爱吃酸菜，也不想做酸菜，所以那个坛子便一直放在案板下面，从来都没有人碰过它。酸菜坛子有点大，而且还特别的重，宫百年费力地把它搬了出来，正要打开看看是怎么回事的时候，突然那个坛子里却传出了说话的声音，宫百年，别烧我，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呢。宫百年和翁玉倩一听，全都立马惊呆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宫百年才鼓起了勇气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，快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坛子里传出的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只听他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，我是阮二秋。阮二秋，阮大少爷。宫百年一听，感到很惊讶，你就是那个患上了马上风病后来死去的阮大少爷吗？原来你就是阮少爷。翁玉倩也很是惊讶，原来阮二秋生前是阮家的独生儿子，从小养尊处优，被父母宠溺长大，而且长大后还十分的好色，到处去沾花惹草。后来那阮二秋阮大少爷的身体被掏空了，感觉自己的身体有点吃不消，就去买了些不着边儿的药，结果吃了太多药，便得了马上风，一命呜呼了。而阮二秋却死的真不是地方，偏偏是死在了一个妓女的肚子上。他的父亲阮老爷得知后，也差点活活被他给气死。因此当时这件事在县城内外是引起了非常不小的轰动的。很快那阮大少爷阮二秋的名字便人人皆知，所以翁玉倩自然也就听说了这件事。宫百年，那天你睡在万人坑里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被野狗咬死了，你千万不能烧我。阮二秋有些担心地道，可是我完全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。宫百年摸了摸脑袋，不相信阮二秋说的话。这时阮二秋有些急了，连忙解释说道，我死后虽然葬得很好，但还没到年龄就死了，不能投胎，只能四处流浪。那天我看你迷迷糊糊的去了万人坑，我便一直跟着你，后来你由于喝酒喝醉了倒地，有野狗要吃你，还是我在保护着你，不然你早就被野狗给咬死了。那我拿着回家的那个大头骨是怎么回事？宫百年纳闷地问道。嘿，你喜欢喝酒，我还专门为你把那个大头骨变成了一个坛子，你当然紧紧地抱着它，不舍得撒手了。阮二秋接着说道。听到了这里，翁玉倩便忍不住盯着丈夫宫百年。宫百年于是便把头缩了缩，赶紧转移话题，继续说道，你藏在头骨里，跟踪我到我家来了后，怎么又躲在酸菜缸里了？我在四处飘荡，即使是在晚上也无所谓，我可以随意走动，但是白天看不到太阳，只好找个地方躲起来。我怕你看到大头骨之后把它毁了，那我就上不了你的身体，所以我便把那个大头骨藏在酸菜缸里，怪不得每次出来都有一股怪味。翁玉倩听后便恍然大悟，那你在我身上，你怎么能去欺负人家瞿小姐？我差点被人家瞿家告到衙门里去，好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挣钱的活儿，现在都没法干了。宫百年气愤地说，我看那个瞿小姐长得是年轻漂亮，没办法。阮二秋感叹地说道，你真是个大无赖。宫百年不禁叹了口气，宫百年，不要笑我，如果那天你被野狗们咬死了，那你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酒鬼了，对吧？阮二秋不服气地又说道。就见那翁玉倩又盯着宫百年，而且还白了他一眼。宫百年严厉地说，阮二秋，呵呵，现在你竟然还要来讽刺我，
我非得把你弄出来烧了不可。不，公哥，我再也不搞你了。阮二秋便连忙向宫百年求情，天黑了，你可以把头骨扔掉，这样我就上不了你的身了。那么好吧，看在救我的份上，我就不把你烧了。宫百年说。阮二秋听罢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天黑后，宫百年便立马去扔掉了那个大头骨。自从那天晚上以后，阮二秋真的再也没有附上过宫百年的身体。经过这件事，宫百年便彻底改变了每次一喝酒就要喝醉的习惯，慢慢的就再也没有喝醉过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。看完这个故事后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想？欢迎在下方留言，不要忘了点赞和订阅，希望能给您带来收获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